我是徐乐妹鲁罗罗。这次原神的 2.4 版本官方前瞻直播在12月27号晚上正式播出啦！才刚过圣诞节就紧接着前瞻直播，真是太刺激了！官方也在直播中表示，看到旅行者们对于角色复刻的热情，这次又要再连续推出2次的双卡池啦。同时，这次新增了申鹤和云锦这2名新角色外，也会复刻3名角色，分别是萧、钟离和甘雨。不知道你心心念念的那一位角色来了吗？不过这次洛洛看到的是满满的前知呼吸啊！此外，也将迎来了1年1度的海灯节活动和其他更新与优化。本次影片中，洛洛也会将这次的直播内容会整成以下重点：角色卡池、新武器、新时装、新地图、新 BOSS、版本活动、新功能与优化，也会稍微提供一些概率的抽卡建议，给在犹豫的肉肉们一些原始规划方向。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2.4 版本第1期的双卡池，申鹤和萧的时间会是在2022 1月5号到1月25号推出，同时2个卡池中也会有新的4星角色云锦的加入，以及新武器袭灾的限时加倍。这里也大致说明一下关于这2个角色的定位。申鹤是5星边缘速枪系角色，定位上比较偏向于副 C 或辅助。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攻击力趴数，一技能上主要的特性是召唤出1名冰元素的分身陆灵一同作战，并基于申鹤本身的攻击力来替队伍中的所有角色提供增伤输出环境。由于要触发这个增伤效果的话，是需要角色透过普攻、重击、下落攻击或 EQ 技能，并造成冰元素攻击时才能享有，因此这个受益者会是冰元素的角色为主。而 Q 大招则可以让一技能在点按或长按时会有不同的增伤效果。开大后，短按1技能能够增加角色的 EQ 技能伤害量，长按1技能能够再增加角色的普攻、重击和下落攻击伤害。同时，位在 Q 大招领域内的角色也可以享有冰元素伤害的加成。分身陆灵也会使领域中敌人降低冰元素抗性和物理抗性，并持续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目前这样看比较能适配的兵系主 C 就是神里灵华、甘雨、尤拉这类角色，其他非兵系的角色适配程度如何，洛洛会等到角色上线后再做角色分析影片给大家。然后真的不得不说，兵系已经够强了，现在要出一个这么变态的辅助是怎么回事啊？感觉可以预想到3兵队的日子到来。最后补充，日配是 Saber 的配音员川城绫子哦。萧距离上一次的卡池也是将近快1年前的海灯节了。身为璃月3 CG 的萧，帅气程度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玩家很喜欢的角色之一。除了身高，最近很常看到很多人会讨论萧退环境啊等等的言论。洛洛这边只想说，没有退环境的角色，如果你觉得退环境，很大原因是你变菜了，更甚至很大部分是连角色都没有的。萧是风系里面的5星枪系角色，零命就有足够的伤害，命座上很多优化都是输出上的流畅体验。其攻击的特色就是可以透过开大后的近腰裸舞来不断的跳 A 跳 A 跳 A 这样输出，不过副作用是开大的过程中会持续慢慢的掉血，最好确保有护盾角色提供较为安逸的输出环境，例如钟离，同时也是1名需要元素充能的角色，因此要再搭配回复能量的角色。满命的萧就可以1技能不用省的狂戳猛戳，在当前的神经螺旋也是有大佬能够单通螺旋的哦，可以参考洛洛频道的大佬影片。同时，对于萧的组队、武器与适应物搭配或命座解说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参考洛洛先前制作过的萧角色分析影片。云锦是新的4星岩元素枪系角色，定位上属于辅助型角色。但比较特别的是，以往看似孤儿的岩元素只能组纯色的思路下，云锦的设计却是在队伍中有越多种元素组成的队员时，所提供的普通攻击伤害会提高越多，可以有杂色队的玩法。不过在 buff 的机制上和大多数岩元素成员一样，是基于防御力的数值来提升。一技能的点按可以造成岩元素伤害，若长按则会有类似北斗长按1的护盾。松开技能也是会释放积蓄的力量进行攻击。蓄力时间越长，还可以进入2段蓄力。云锦的护盾和钟离一样，是可以吸收全元素和物理的伤害。也因为云锦是岩元素的关系，在岩元素触发其他元素时会掉落结晶，这个结晶反应在4命解锁时，也能够让云锦的防御力再得到提升。若是解锁满命的效果，更能够使角色的攻击速度再得到提升。最后也补充一下，关于云锦这个角色是很特别，有2个声优进行配音的。即便切换不同语言，唱戏的部分也都还是一样会是中文演绎。云锦所融合戏曲的文化和一些唱戏的动作表现，也是洛洛觉得蛮特别的地方哦。接下来是第2期的双卡池，钟离和甘雨的时间会是在2022 1月26号到2月14号推出。
虽然武器池的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既然没有出新的5星宫的话，大概率就会加倍阿莫斯之宫吧。钟离是原神当前的角色中唯一有送场维修，再被官方大幅增强过的角色，也是护盾角的霸主，也是辅助中的 T0 角色，也是几乎人人必备的人权卡之一，也是让你从此体验何谓原神废人的辣个男人，也是洛洛的老钟离这次复刻也和公子一样，就是 up 3次的男人了。在上次复刻的时候，洛洛在影片里面给抽钟离的建议就是必抽必抽必抽。这次洛洛的建议一样，如果你是一个还完全没有钟离的角色的话，必抽必抽必抽。即便最近接连出了很多看似要削弱钟离护盾效果的怪物出来，但钟离的万用程度还是不在话下，推荐人人都必备至少0命的人权卡。如果想增加充能效果，可以抽1命，很常多人联机可以抽到2命。其他的命座效果和相关的搭配也可以参考洛洛先前制作过的影片。接下来就是许多人引颈期盼的甘雨终于复刻啦！之前听一堆传闻说逐月节复刻，结果等到春节才复刻啊！衷心建议大家不要再一直关注内鬼情报了，很多情报看看就好。就算提前知道角色复刻，你也是要存原石；就算没复刻，你又非抽它不可的话，还是得存原石。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乖乖存原石。甘雨是洛洛觉得非常实用且 CP 值高的5星输出角色，可以一人单挑非常多的 BOSS 和各种副本环境。风魔龙30秒搞定，肉头龙王也能无伤单挑，包含神经螺旋也能单通，且多人联机时也不太需要依靠队友，只要自己的圣用和武器搞定，就可以在诸多场合靠那一发发的蓄力核弹射击横着走。远距离的优势也能够靠拉打，让怪物在碰不到你的情况下就死去。即便不是在队伍中作为主 C， 要拿来当后台挂兵的副 C 也 OK， 组队上十分灵活。手残党担心瞄不准的话，其实甘雨也能够涉及地面来做范围建设伤害，因此想打单体或范围也能够灵活切换。每逢周日帮大家一起打 BOSS 的时候，洛洛一直到现在最常使用的角色也是甘雨。若本身已经有甘雨的玩家，也蛮推荐趁这次卡池加倍补甘雨的命座1命或2命，甚至满命，或是凑专武阿莫斯之功。洛洛会觉得甘雨是站在平民小氪玩家的泛用性角度中最值得唯一抽满的一支输出角色。用过这么多满命角色，发自内心真心推荐的好用。关于甘雨的分析一样可以再参考洛洛先前制作过的影片哦。这次2.3的卡池相当豪华，不过也相对很考验一些比较晚入坑的玩家荷包。不过双卡池也是有好有坏，一方面荷包不够深的人只能够取舍一支最爱，一方面在等角色复刻时也不用再等半年以上。总结一些洛洛分享的抽奖建议，老玩家应该大致上该有的角色都有，已经在准备原石全压深褐。先前若有抽优拉或神里灵华，或许可以考虑抽深褐辅助。在观望深褐时装后的实体强度和考虑要抽到几命。本身已经有魈、钟离、甘雨的人都可以考虑补命座。完全没有钟离的玩家最好拥有一支钟离。但若你完全没有5星主 C， 可以考虑先抽主 C， 再抽辅助。刚入坑的萌新若缺5星 C 位角色，则可以考虑抽魈或甘雨。以洛洛角度，这2支选当然会选甘雨。抽这2支角色前，也务必去看一下先前的角色分析影片，查看他们的队伍组成大致上有哪些，以及后面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补齐剩下的队员，才不会抽了一支5星 C 位却发挥不出它最大的伤害，练了一堆输出，结果辅助都没练的窘境。请记得原神是讲求队员互相搭配，发挥1+3大于4的游戏，而不是1+3无法相辅相成的组成。若是要补命座，也建议去查看洛洛的影片，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记得抽卡时有血有泪，抽卡前请详阅洛洛影片。卡池复刻加快更是体验原石规划的重要了，所以请务必看清楚自己的角色池究竟需要哪些角色，而不是问别人叉叉角色跟叉叉角色哪个好。荷包不够深的话，请把原石花在刀口上吧。海灯节的活动跟去年春节一样，推出了璃月角色自选的活动，角色有行秋、远景、北斗、香菱、凝光、星焰、烟飞、重云。只是上次是7选1，这次是8选1，而且还包含新的4星角色远景也可以选哦。这里大概分享一下如何自选角色的方向。老玩家应该大部分角色都满命，所以就是选远景。萌新缺主 C 可以选凝光、烟飞，不缺主 C 但行秋或香菱命座还没有满的话优先满。若行秋和香菱命座满，再考虑补剩下的角色命座。看哪一个角色自己可能会比较常用，就优先补。在1月25号到2月9号的活动期间，只要签到就可以免费拿10抽，和去年一样，当做米哈游给我们的一个小红包。
虽然可能很多人在领到这个小红包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年终奖金跟压岁钱全部上缴给了自己的老公老婆了吧。制作烟花的活动就感觉来体验一下萧公他们家平时在做的工作内容。完成一些挑战任务后，就可以设定一些烟花的细节，包含色彩、大小、高度等等，来达到更高的评分。不知道放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是像之前烧灯一样，可以自己决定放的时机，还有着不同花色的烟花，也是挺有趣的呢。接下来就是海灯节很应景的活动——猜灯谜。哇，这感觉似曾相识某恶灵古堡7里面的玩法呢。主要就是透过转动藏影灯的基件，在时间内转到正确的角度解开谜题。这次改版也可以再次看到全玉阁的回归。PV 中听完富婆宁光霸气的说完，大不了我可再砸一个全玉阁。这时候就来帮全玉阁说个话了。那你有想过偶的感受吗？真的是鬼刚欸！在这次改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玉阁的重现，不过我们也要在这次的活动中去搜集一些重建全玉阁的材料。第一，可以搭乘浪船在海上搜集；第二是需要去打败强化版的盗宝团来搜集，过程也可以拾取旁边的爆竹来使其弱化；第三，则是搭乘浪船拦截盗宝团的热气球，附近也会有炸药桶可以看情况使用。魔药岩溪一共有4层试炼，有点类似小型的深境螺旋，但可以自己决定从哪一层开始打。开战前可以选定要上阵的角色，以及提供 buff 的魔药组合。若选定的角色完成当前阶层的话，就会需要休息备战，后续无法再使用。官方也会提供一些角色能够在过程中进行试用。5位证明活动会需要击败一只很像全玉阁遇到的魔神奥尔赛的海蛇，完成相关的挑战任务就可以获得奖励。这个活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只要带着狸猫及法师去道期以外的地区打卡拍照，就可以轻松获得原山其他奖励，感觉过程会非常的疗愈可爱。风行迷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躲猫猫活动，会在 2.4 版本复刻。这次复刻也会再新增一些新的地图可以玩。若是没有玩过的萌新，这个活动就是类似一个玩家当猎手，3个玩家可以模拟范围内造景的道具来伪装躲藏，时间内不要被抓到就获胜。记得先前肉肉办过的第1届风行迷踪友谊赛吗？这次卤肉帮们也可以再来举办一次一起玩哦。随着深褐卡池的推出，也会对应上架深褐的5星专武奇哉。副属性提供的是攻击力趴数，被动效果则是可以获得所有元素伤害加成，并且在释放1技能后可以获得20秒内的攻击力提升效果，最多可以叠到6层。若是角色处于后台的话，攻击力提升的效果还会翻倍，基本上就是一个适合深褐用，并且要让深褐器后台放了一把辅助用武器。但这把武器因为也是加元素伤害加成和攻击力，以1技能作为主要输出手段的长枪角色或许是可以使用的。超漂亮的新时装出来了，而且是宁光和柯景的，看起来就是非常香的晚礼服风格。宁光的时装只要完成海灯节活动就可以免费获得，柯景呢则是在 2.4 版本更新后到2月14号前购买可以享有优惠折扣。若就之前海岛活动的时装价格参考的话，大概就是原价1680，特价期间1280左右的创世结晶价格。若错过海灯节活动没有拿到宁光的时装的话，后面要再买也是要再花1680的创世结晶。这一幅造型的收藏价值绝对值得啊！有解海奇岛世界任务的时候，就会了解到一些关于新地图渊夏宫的线索暗示。虽然渊夏宫身在海奇岛的底部，但地下却如白昼一样明亮。同时，设计师也想要传递出一种孤独的感觉，搭配一些碎片化的线索搜集方式，去拼凑出关于渊夏宫的所有秘密。碎片化的方式也代表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想要从哪里开始解，不用按照顺序，也不用被时间给绑死。同时，地图上也会有一些不同于海奇岛的设计，以及也会有新的特有怪物和 BOSS。深渊勇者系列在 2.4 版本新增了火元素的属性，新的火深渊勇者带有的火焰技能，若被深渊地火击中的话，所带有的延迟爆炸是可以无视护盾的，并且火深渊勇者也和其他勇者使徒一样有第2阶段，到第2阶段后还会在场上召唤火焰核心，释放其他技能。所以如果已经被钟离宠坏变成手残废人的话，要准备练一下到时候的应对咯。龙息家族也在 2.4 版本又衍生了一些新的亲戚，从前瞻直播中的画面可以看到有3种形态的深海龙息，一种比较类似于原生形态，貌似是会随处出现在渊夏宫地图的野生怪物。要特别注意的是，被深海龙息攻击的话，它会窃取角色身上的元素能量，而当角色身上的元素能量越低的话，所受到的伤害也会越重。除此之外，也会有冰元素和雷元素的深海龙息，这2只龙息会像是双子兄弟一般的搭配，因此每次进行挑战的时候，就是要一次对抗2只。他们会位在渊夏宫的某处，作为一个能够讨伐的野外 BOSS。
深褐的突破材料大概率也是要从深海龙蜥身上进行讨伐。3阶螺旋优化的部分，第一个是在满星通关的条件中，若是过程中有一项没有达到的话，会在左侧的满星条件显示的比较灰暗，来方便识别。第二个优化则是增加了可以查看下一层怪物详情的功能，就不用开打前还要稍微记一下里面有哪些怪。大家知道 PC 界面按住 Tab 键就可以叫出快捷轮盘吗？ PS 平台的玩家应该蛮常会使用到这项功能的。总之，在更新后可以自己选择在这个轮盘中想要放什么样的快捷功能键，这也会更加的个人化。更新后将可以在地图界面右侧直接选择该区域，就不用像现在要从道基拉回蒙德要用滑鼠连拉非常长的一段距离，省去不必要的时间。在合成和锻造界面的左侧也从原本的条列式改成图示排列，查找素材上也更加直觉。陈科火的摆设中新增了批量摆设的功能，可以一次选多个物件来进行同时移动和摆设。同时这次也新增了许多有趣的新摆设，像是一个很像蓝牙音响的摆设，可以在里面设定自己喜欢的动贴音乐。以上就是关于原神 2.4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和补充，你们的原石还够吗？后续关于新角色深褐和云锦的实测和抽取建议，洛洛也会在正式推出后制作相关的影片。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喜欢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罗邦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或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文姐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训练 YouTuber 露露洛，我们下次见喽。